哎，你是不是也超想去日本自由行？可是想到日文就觉得头好痛啊！先别担心，今天我就是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你可能完全没想过的秘密武器，一个能让你轻轻松松敲开日本自助旅行大门的捷径。对嘛，就是那种感觉。想象一下，不用再赶行程，不用再跟着旗子走，你可以真正在日本的那些小巷子里钻来钻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逛多久就逛多久，完完全全照自己的步调去体验最道地的日本文化，是不是光想就很棒？这个梦想真的超棒的，但现实是，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那个小恶魔，对不对？他会在你耳边说：“可是我连50音都不会耶，怎么可能啦？”没错，语言好像就变成那道又高又厚的墙，挡在我们跟梦想中间。不过，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身为一个讲中文的人，你天生就自带一个学日文的超能力，你会相信吗？真的，你没听错。而且这个超能力啊，就藏在你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用的中文字里面。这就要讲到一点点历史了。其实很简单，日本的文字系统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是直接从我们用的汉字演变过去的。所以啦，这就代表，当你走在日本街头看到的那些招牌啊、菜单啊，很多字你根本就看得懂，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左边日本大学，光看汉字，我们100%猜得到意思嘛？那你看右边，它只是在汉字旁边加上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符号，那个就是日文的拼音，叫做假名。所以你看，你缺的根本不是理解意思的能力，你只是需要知道怎么念而已。换句话说，你已经有了整个日文的骨架，就是这些汉字。那现在呢，你只差一把钥匙，一把可以解锁读音的钥匙。只要拿到这把钥匙，你脑袋里所有认识的汉字，瞬间就能在日本活起来、动起来。好，那这一把神奇的钥匙到底是什么呢？当当，它就叫做50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日文版的注音符号，或是英文的 ABC， 它就是日文所有发音的基础。只要搞懂它，你就掌握了念出所有日文的那个关键。你没看错哦，就是50个音，真的就50个。你想想看，这不是什么要背几千个单字那种遥远的目标，它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只要花点时间，很快就能学会的目标。这样一想，是不是突然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而且更棒的是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要学会这50个音，方法多到你可能都不知道该选哪个。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好，我们就来打开你的学习工具箱，看看里面有哪些厉害的法宝。你看，工具箱就在这。首先，你的手机就是最强的武器。现在有很多学50音的 App， 让你通勤等人的时候，随时都能拿起来练一下。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最强攻略的短影片系列，这可是专门为想快速上手的人设计的哦。而且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哦，这个短影片系列一推出来，反应就超级好，真的是回响热烈。这就代表它真的帮了很多人，是一个你可以完全信赖的学习资源。好，假设你学会50音了，然后呢，除了可以开始规划你的日本自由行之外，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更酷、更令人兴奋的计划在等你。这是一个能把你学到的东西直接变成真实体验的超棒机会。你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时间来到2026年，你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个超级特别的团，叫做边走边学实验团。光听名字就觉得很酷了吧？这个实验团很不一样哦，它是由文藻大学的王长龙老师亲自带队。他的目的不是走马看花，而是要让你直接在日本的店家、车站、餐厅里实际用上你刚学会的日文，等于是把整个日本都变成你的专属行动教室。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热血沸腾了吗？别觉得2026年还很远啊，这趟冒险其实从今天、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而且你的第一步真的超级无敌简单。第一步就是现在马上上网去找那个最强攻略的续集影片来看。你先不用想太多，就点开它，去亲身感受一下影片里面那种学习的热情跟活力。哦，对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彩蛋。这期影片的配乐是改编自一首叫做《Cut》的歌，那个节奏超轻快的，我跟你保证，你一听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充满了学习的能量。所以啦，绕了一圈，最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准备好要按下那个播放键，开始动笔写下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日本故事了吗？文藻大学的王教授说，日本从汉字发明假名，只要先把50音学好，再会用手机跟各种 App， 你就可以开始规划自助游日本了。大家好，我现在在石川传媒的宝德湾咖啡厅。到日本旅游，如果你学完50音，那就可以大胆的去自助旅行，因为是汉字国家，那只要有50音知道了手机的各式各样的 APP， 所以自助旅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学完了50音，那么就可以大胆的到日本做自助旅行。我跟王教授准备组一个自助游日本的实验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边走边学啊？Okay, let's go.